This is my channel. Channel name. Religion Life. Yeah. 下次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不要买这个通票。中亚地区特殊的一种泡菜文化，号称西瓦景观最棒的咖啡厅，现在正站在西瓦古城的城墙上面。Hello， 各位早安，这里是路径濑湖，我是 Abel。今天是我待在西瓦的第2天。今天来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西瓦这边的 Bazaar， 我们来看看西瓦人他们这边当地的日常，还有他们这边都吃一些卖一些什么东西，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我最喜欢逛这种道地的市场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 Google 上面定位的地方，然后跟司机最后带我来的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显示有点不太一样。不过也没关系啦，这个市集看起来还是蛮道地的。在路上好像没有看到观光客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区应该都是卖他们当地的衣服啦、传统服饰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挖宝的话，应该就要来像这种 local 的市集了，价格就比较不会可能被抬高到像观光客的价格。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应该是生鲜蔬果区，全部都是一些卖日常生活的一些食物，像馕饼啊、肉啊、肉类啊。这个是他们的水果摊，很特别跟我们在台湾看的感觉不太一样。我没有想到竟然还这么大这个结晶糖，我印象中这个结晶糖黄色的这个部分它是加了藏红花在里面，或者是类似像果汁那种，所以它的颜色比较不一样。你们看看这一摊，全部都是卖坚果，然后还有一些果干啊、糖果这类型的东西。哇，好大一摊啊！这一摊全部都是卖看起来非常美味的甜点。这几天有吃了一下他们的甜点也是超级甜。但口感蛮好的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他们有一些那种类似像千层的那种酥皮，我觉得咬起来非常棒，因为里面都有加一些坚果。看到画面上这个东西，大家应该猜得到这是什么全部都是泡菜。这个泡菜跟朝鲜是很有渊源的因为他们曾经有大概差不多17万人左右的朝鲜人被送过来乌兹别克跟哈萨克这边，所以才有这个泡菜的文化。来这边发现乌兹别克人真的很好客，因为我刚刚在市场里面这样拍嘛，我看到那个泡菜很漂亮，拍着老板娘就直接就插了好几个泡菜请我吃，其实很好吃，但是跟一般我们在韩国的那个印象吃起来比较不太一样，它是比较甜。那没有那么酸，咸的口味稍微比较重一点点。不过我觉得非常好吃，而且他们有些泡菜里面还有肉，跟我们在吃的韩国泡菜印象中比较不太一样。这一餐就全部都是卖面包，然后还有一个印子，这个是他们的馕饼，他们的馕饼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花纹逛一逛之后，觉得这一摊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情，拿给我们试吃，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我当然是小小跟他们杀了一下价，因为我买了2盒嘛。这个很漂亮，对不对？我现在来到这一摊，它全部都是卖糖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桌。这一桌全部都是跟糖相关的东西，有一些彩色的糖果啊，然后还有那边有一整篮的那个结晶糖，他们很热情一直开给我试吃，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当然我还是想买啦，像我手上这个结晶糖就是刚刚试吃的，我觉得风味跟我们台湾的糖还蛮不一样的。然后我买了2袋这个糖，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特别？吃起来其实有点类似像台湾的那种龙须糖，口感很好，我觉得味道也很棒。乍看起来有点像面条，对不对？还蛮不错的。OK，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逛了一下他们 local 的 bazaar， 然后到处被请吃东西，每一摊他都想要跟你做生意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地方啦。现在我已经回到西瓦古城的内城区，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下一个地点是一个叫做帕拉凡马哈茂德的陵墓，他是西瓦这边的一个传奇的斜杠英雄。因为他在14世纪的时候，他是一个身份非常多重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厉害的皮毛商人。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也是诗人，然后他还是一个从来没有那个尝过败绩的摔跤选手。有一些特别的历史故事，我待会再慢慢跟大家讲。现在已经抵达陵墓的外围，外围这边也有非常多的小贩。我觉得西瓦这边有一件事情很棒，就是他们的小摊贩完全都不会缠着你，会跟你介绍，但是不会一直就叫你买，然后死缠着不放，非常有礼貌。现在抵达的这个地方就是帕拉凡马哈茂德的陵墓，但进来的时候才发现傻眼那个联票这边不能够用，它这边也是 extra， 就是你要额外再付费，一个人是5万块的索姆，折合台币大概差不多130左右。为什么要进来这边参观？因为里面的装潢很漂亮，听说是这个西瓦古城里面最漂亮，里面的蓝白瓷砖的密度非常高，我们进去看看吧。你们看一下这个墙面上面这个符号，在西瓦这边非常常见，比如说像纺织品手工艺品，还有墙面这些，它代表的是一个守护的意义，是一个当地常见的传统符号。我们现在进来这个陵墓的内部，这个陵墓里面的细节墙面上的细节真的非常惊人，完全没有留白，都是蓝白的花砖镶在上面，墙面上的这些花纹排列。那个几何图形对称性非常惊人。大家看一下瓷砖，真的是超浮夸的啊！看完这个陵墓是不是很浮夸里面的瓷砖那些几何图形的编排非常的厉害眼睛其实看久了会有点视觉疲劳这个钱算花得值得啦。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点。现在画面前面这个是西瓦这边最高的宣礼塔，非常高，旁边有一群游客，他们正要上去这个要另外再付钱的而且好像蛮贵的，要10万块索姆，我们也要上去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这一栋建筑，这个里面好像是一间博物馆有展示了蛮多东西的，我们进去看看吧。现在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里面展示的是花剌子模时期到现在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工艺，大家可以看了一下这个木雕，这些木门雕刻都非常的厉害。这里展示了华丽的珠宝，看这些东西都很有当时游牧民族的风格。OK， 我们参观完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大部分都是展示一些花剌子模时期到现在的一些手工艺，包含了他们当时游牧民族身上穿戴的一些珠宝服装、刀子这些，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行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房子的外观跟颜色看起来都非常的相似？那是因为他们这边的建筑都是用泥墙，然后那种土黄色的建筑西瓦的历史虽然大概有2500年，不过这个城墙大概是差不多在西瓦汗国200-300年前的时候把它盖起来的。然后在1970年到80年左右，乌兹别克他们为了要发展观光，所以有做了一些强化跟修补，所以这座古城是一个世界遗产，同时也是乌兹别克这边第一座世界遗产。拜拜。拜拜。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一家 Teresa Restaurant， 号称西瓦这边景观最强的咖啡厅，我实在是热到有点受不了了，现在31度了，有点要中暑了。我们赶快进去休息一下。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号称西瓦景观最棒的咖啡厅，还要看出去的模样。确实还不错啦，就是可以还不到俯瞰，当然可以平视还不错的景观。
在号称全西瓦景观最棒的 Terrace Restaurant 点的这些东西，这杯咖啡折合台币大概就要160几块，真的是比较贵。然后这2个甜点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为了看上面的景色如何，我觉得这个钱算值得。它可以平视整个西瓦古城的样貌。我们通常走下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上面嘛，我们就看下面的景色。在这里休息一下，躲个太阳。接下来我们就往下一个地方去。This is my channel. English language you can search LUJIM LIFE. This is my channel name. Lujim Life. Yeah. Okay. 刚刚点了2杯饮料，2块蛋糕，折合台币大概是差不多600多块，非常台湾的价格。但是以这边的物价来讲，算是蛮贵的。不过他们没有收服务费啦，所以如果你们有来西瓦这边，我是还蛮推荐过来的，因为他们的黄昏或者是晚上的景观还蛮棒的，而且食物还不错。接下来我要好好的利用一下这张门票，因为毕竟这张门票我大概花了一个人是600多块。但我好像才用到一个免费的，就是可以进去的点哦，也不算是免费啦，就是票可以进去的。来看看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吧。现在这个位置是西瓦古城的城墙，这些城墙都已经有200-300年的历史，非常的壮观。在西瓦古城这边会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正常来说，穆斯林他们一天要有5次的祷告，所以这边的宣礼塔应该要有5次的广播。这边你是完全都听不到，因为这里的宣礼塔跟这些经学院已经没有作用了，他们现在都是观光用途。这个是当地人他们在拍婚纱照，他们在短塔这边拍婚纱照，非常的漂亮。新娘子穿的衣服很漂亮。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2天我在西瓦古城，我拿着这张通票使用的感想，就是它的那个票的地图上面，它有写6个地方是需要 extra ticket 啊，就是你是需要额外再付费进去的，但实际上需要钱的地方远比你在地图上看的还要多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算蛮有趣的现象，它有些地方它没有标出来啦。哦，所以进去之前都要先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可以使用联票进去的地方，我们走吧。这个地方进来之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院子里面有一间一间的小房间，主要是介绍西瓦这一边关于文学家跟音乐家的一些历史哦。我们随便找一间房间进去看看吧。OK， 我们再去看看这张票还可以去哪些地方。这个地方也是通票可以进去的，但我不知道是在展示什么，进去看看吧。这一间走进来之后也是一个院子，然后有很多的小房间，里面就陈列一些大概差不多19到20世纪左右的器皿、金属工艺，我就随便进去拍个2-3间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已经把这张通票尽量最大化，去了好几个地点哦。但是我有发现，如果说是需要那种 extra ticket 进去的地方哦，都比较精彩。这些通票去的地方，大部分是在介绍一些西瓦的历史。如果你喜欢看历史的话，这张联票就会非常有价值。下次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不要买这个通票，把这个钱呢拿去花在那个 extra ticket， 就去看一些重要的点。因为进来这个城里面是不用钱的。好吧，接下来再带你们去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们走吧。这里就是刚刚说要带大家来看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正站在西瓦古城的城墙上面，可以俯瞰整个西瓦的内部哦。但是这个是要付 extra ticket 的，我们刚刚付了4万块哦，一个人要付4万块的那个首母。OK， 就带大家在这个城墙上面走一走吧。怎么样？这个背景很漂亮，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下次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不要买通票，直接把钱花在这一些 extra ticket 来看这些重点的景点。
蛮喜欢这个西瓦古城的。城墙参观结束，接下来等晚上入夜之后，带大家看一下西瓦古城里面晚上点灯的样子，非常的漂亮，而且很热闹哦。这个是西瓦的杂货店，当地人的杂货店。现在就带你们看看这边晚上点灯之后的模样，非常的漂亮。所有的建筑物都会点灯哦。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大部分人都躲起来了，都去咖啡厅喝咖啡啊，然后去吃饭啊，晚上才会出来逛街。所以差不多从6点左右，旅客就陆陆续续就会跑进来城内。现在晚上点灯，大家看我的背景这边就很热闹，对不对？两旁这边树下就有很多的露天的餐厅，大家都在这边吃饭聊天，非常的 chill。树上面都还有绑了那个灯哦，很有气氛哎。我有注意到，大概在差不多傍晚5、6点的时候，因为气温变得比较凉，然后晚上点灯也比较漂亮，所以有很多观光团都是陆陆续续这个时间才会进来啊。晚上非常的热闹。点灯很漂亮哦，你们看这个是晚上点灯后的短塔，这个画面是不是超美的？打光打在这个瓷砖上面的反光非常的漂亮。在西瓦内城这边非常的神奇，晚上会飘着一股炭火香，因为晚上餐厅都在营业嘛，所以就会有一阵一阵的那种烤肉跟木炭的香味。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有表演哎，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就是晚上的宣礼塔，打灯非常的壮观。西瓦这边因为城外城内都有很多的饭店，如果你们下次真的有机会来，我蛮建议可以住在城内，因为城内的氛围非常好，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很漂亮，非常值得在那边住个，我觉得大概1天半吧，1天半到2天左右，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好了，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希望你们还喜欢我们带你看的西瓦。我们下一集要出现在别的城市了，那我们会出现在哪里呢？持续追踪我们的频道，你就会知道了。欢迎对我们的影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给我们超级感谢。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